马迹被我记录。潮起潮落，起起伏伏，世间万物为我庇护。沙场鏖役，对手角力，坚韧暗器，炼化宝玉。惩奸除恶，锄强扶弱，恩怨情仇，江湖道义。哎，走过刀山火海，龙潭虎穴。月黑风高，我的光芒照亮了午夜，真相的火焰在我脑海浮现，阴谋诡计无法左右我的主见，任我一招一式，刀光剑影现神通，除暴安良，为国为民，我的下个梦。与你道不同，把我伤不动，笑傲江湖像令狐冲，看我闹天宫像孙悟空，降龙伏好武功，刀剑在我手，无愧于天地。苍生为我救，守护江山半壁。为下这大修炼在瀑布之下，这不是我怕不输我的部下。江湖之大，要学会放得下。没说说的就是你是我的，宁愿拿。为下这大修炼在瀑布之下，这不是我怕不输我的部下。江湖之大，要学会放得下。没说说的就是你是我的，宁愿拿。当我翻开历史书的这一页。势必揭开隐藏着的这一切。当我翻开历史书的这一页，势必揭开隐藏着的这一切。大宋。进去，走。走，老实点。进去吧！我乃堂堂大北书使者，你们竟然如此无礼！我管你是使者还是王爷，就算你们北书的皇帝到了这儿，都得守这儿的规矩。敢不老实，爷爷自有办法整治你。行了，别干废话，走。照顾不周，让使者见笑了。使者是个明白人，想必应该知道王爷想知道什么。都说宋国乃礼仪之邦，如今看来，这是言过其实啊。本使者持节而来，乃是我大北书皇帝的使臣，代表着我国尊严，我主脸面。你们竟然私自囚禁我，就不怕消息传出去，引起两国兵戎相见吗？哎，使者所言差矣。你明明是出去游山玩水了，怎么会被囚禁起来呢？真是荒谬！你们以为捏造出如此简单的借口，就能瞒得住天下人吗？这是你驿馆的手下亲口说的，怎么会是我们捏造的呢？当然了，使者此次出行并没有向我们告知，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不用负责任的，对吧？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抵抗？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来，且看本使者会不会皱下眉头。使者真是铁骨铮铮，真男儿啊！既然使者不愿意说的话，本王爷不做强求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哪天使者想明白了的话，可以随时叫人告诉我。王爷，杜明前辈，怎么样？他招了吗？看他模样如此强硬，是铁了心不会说了。他在尹光面前所写的寄语，真的会动了手脚吗？王爷，他身陷绝境，却还如此强硬，必有所倚仗。恐怕他跟尹光所写的寄语，
一定会有问题，哪怕是一个字。太岁，你可有办法？如此说来，还真有一个办法。哦，火心术。可是之前在地狱谷跟陆犯交过手，此人心思坚定，很难攻破。可是他现在住在大牢里，加上武功被封，使上些手段，说不定能成。什么手段？首先，必须找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，不能有任何人跟他说话，也不能让他听到任何声音。这样让他待上个2、3天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轮到我出马。出来，快走！别畏畏缩缩，干嘛呀？走！快呀！别杀我！走，走，快点！出去，出去！快点，快点，过去！起来！走，走，快！王头，王头，人呢？人呢？你们去哪儿啊？老头！师傅，来吃饭了。给您。好。是啊。来，您先尝尝。不错，不错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这个酒啊，可是皇帝赏赐给我们北斗寺的御酒，就那么一瓶，我一直不舍得喝，给您老留着呢。来，师傅，我给您斟上，您尝尝。怎么样？香醇浓郁，如丝如绸，入腹如火，偏又无丝毫辛辣，不愧是宫廷真酿啊！好酒。来，师傅，您多喝一点。徒儿，来，陪师傅喝2杯。好。来。果然是好酒啊！是好酒。来，吃菜。好。徒儿啊，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想过寻找自己的亲人呢？师傅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您教我读书写字。那个时候我就问过你，父母是什么？可是，你那会儿笑着对我说，等我长大以后，慢慢的就会明白。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可是，当您失踪了，我一个人流落街头，无依无靠，慢慢的就体会到了师父您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小的时候也很想跟其他小孩一样，有自己的父母，有自己的家，至少不用流落街头，孤苦伶仃的。我想象中，我的母亲应该是一个很好看的人，笑起来会很温柔，做的饭也会很好吃。我的父亲呢，应该是一个很强壮的人，至少能够保护得了我。但是后来逐渐想着想着，这个念头也就越来越浅了。看到其他的小孩子
拉着自己的父母，也不会那么羡慕了。对，他们是有父母，可是我也有师父啊。来，到现在，找父母这个念头就更小了。随着人慢慢长大，懂的事也越来越多了。既然那个时候他们会抛弃我，就说明他们从来没有要认过我。这样的亲人，算什么亲人啊？生育之恩，怎及养育之恩呢？来，吃菜。师傅，我给您夹菜。喂，你们人呢？你们说话呀！喂，你们哑巴了吗？啊！喂，说话呀！喂，人呢？喂，逃跑！你是谁？我是陆犯。你来宋国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陛下命我来访宋国，缔结友好，建立榷场，以通商贸。那你到宋国之后，最想做的是什么？寻找推背图。是谁告诉你推背图的消息？自然是有人告知。那人是否就是之前在地狱谷出现的面具人？他究竟是谁？那人不肯说。不过，我只想知道推背图一事的真伪。对他的身份，我并不在乎。你找到推背图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弄到一副寄语。寄语的内容是什么？阴差一寸，谬之千里，北极所在，高低不同。这寄语还有谁知道？北斗司尹光知道，不过他知道的是我篡改后的。那面具人现在身在何处？他被我杀了。你为何要将他杀死？如果有机会独占推背图，何必与人分享？陛下，寄语已经被我套出来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用了一些江湖上的术法，比如说惑心术，还有幻术什么的。他意志不坚定，就招供了。没想到世间还有这么厉害的法术，难不难学？教教朕。陛下，难道你忘了先帝的教训了吗？皇叔，先帝一生贤明，可惜迷信神鬼长寿之术，留下了污点，甚至丢掉了性命。
这么活生生的教训，难道你要重蹈覆辙吗？皇叔，我错了。陛下身为人君，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天下万民，甚至一个念头都会影响国运民生，你岂可鲁莽行事啊？多谢皇叔，侄儿险些酿成大错。太岁，他招了。不错，都下去吧。是。放心吧，皇叔。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如此甚好，这样一来，推背图的下落就掌握在朝廷手里了。唉，这推背图真是个祸害。等找到以后，把它毁去吧。太后所言极是啊。皇上呢？怎么没一起回来？陛下说要在城外游玩一番，随即便回。太后放心，有北斗司和禁军保护着，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这怎么行呢？我儿万金之躯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岂不天下大乱了？太后，陛下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从小在这深宫大院里长大，一直没有出去过，想来也是憋坏了。再者说，出去见识一下民间的疾苦也好，省得闹出个何不食肉糜之类的事情来，那岂不是要一笑千古了吗？也是，先王说的也有道理。怎么样？这好不好玩啊？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？哎，前面啊还有一条街呢，特别热闹，比这儿还好玩呢。真的啊？哎，太岁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那个，糖葫芦啊，好吃吗？哎，你没吃过，我去给你买一串。哎，买3串，买3串。啊，去。老板，我要3串。好。来，来，给，谢谢啊，走。来啊，来这儿啊！甜不甜？真好吃，比宫里的东西好吃多了。好吃吧？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陛下，我跟你说，在外边别这么叫我，叫人听见了不合适。你比我大，我就叫你大哥，你就叫我二弟，咱们以后就以兄弟相称，怎么样？也行。那二弟，咱们去勾栏听书去。走，好。奴才见过太后娘娘。免礼。谢太后。小林子，有件事要你去办，请太后吩咐。皇上今日出宫游玩，身边有禁军和北斗司的人保护，安全倒是不用担心。但他毕竟是天子，是一国之君，万一误入歧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得有人跟着，以免他误交朋友，染上恶习。小林子，我看你平时办事机灵，皇上也信任你，
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太后放心，小林子一定跟在陛下身边，保证不让不三不四的人接近陛下。哎，来，师傅师叔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这可是当今的皇帝陛下。老弟，这是我师傅，这是我师叔。哦，你们见过对吧？草民玄玄子见过陛下，见过陛下。前辈免礼，我跟太岁以兄弟相称，前辈不用这么客气。哦，刚才草民听陛下说，私下里与太岁以兄弟相称。对啊，我跟太岁很投缘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朕平日里也没什么兄弟，所以羡慕兄弟多的人家。皇上没有兄弟才会想兄弟，倘若皇上真有兄弟了，恐怕并不愉快吧？前辈为何这么说呀？哎，朕明白，前辈说的是朕屁股底下这张皇帝宝座吧？都说皇家无情，但朕不这么认为。朕以为，兄弟之情远大于权柄富贵的诱惑。看来你多虑了。影差一寸，北极所在。这指的究竟是什么呀？我用八卦64卦去排列，同样都无法解开。这些字句支离破碎，毫无规律可言。好在陆犯现在已经被关进天牢，除他以外，没有人知道这副寄语。倒也不急于这一时，慢慢来吧。启禀陛下，北叔副使以心求见。宣，是。宣北叔副使以心觐见。北叔以心见过宋国皇帝陛下。免礼，新副使。你因何事入宫见朕啊？皇帝陛下，我等奉命来使宋国，是带着诚意而来的。但是到现在，我国使者已经失踪5日，外臣怀疑是被宋国扣押，请皇帝陛下下令释放使者，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。朕可听说，你国使者独自外出游玩，莫非至今未归吗？你说我们宋国扣押你国使者，可有证据？有证人吗？无凭无证就来找朕要人，你是看朕年幼可欺吗？外臣不敢。朕再问你，你国使者外出前，是否按规矩通知了驿馆官员，又是否申请了许可呀？这个没有。既没有通知驿馆官员，又没有申请许可，擅自离开驿馆，现在人丢了，你敢来质问朕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息怒，外臣情急之下失言，并无他意。行了，这事儿朕知道了，朕会派人帮你寻找的，回去等消息吧。谢陛下。两位前辈，洞明先生，不知两位前辈找我有何事啊？洞明先生，草民想打听一下，北斗司是否查明推背图的下落了？陛下，陛下。其实说起来，小皇帝真是可怜，长这么大，居然连纸鸢都没玩过。是啊，我以前还以为皇帝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呢，没有想到皇帝一生肩负万民福祉，享受天下供奉，但同时呢，也要为天下百姓负责呀。
如果每天只知道玩乐，那天下百姓怎么办呢？我说你个死窦成，你要不要这么扫兴啊？每天都是百姓的，难不成小皇帝玩个纸鸢就成昏君了？皇帝今天喜欢玩纸鸢，明天喜欢玩蹴鞠，后天又喜欢看相扑了。长此以往，上行下效，官员们呢，为了升官发财，一定会投其所好。照这样的话，明君也变成昏君了。行吧，算你说的有道理吧。哎，挂住了！谁来把它拿下来啊？陛下，仙叶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陛下过奖了，听说你们武功高强的人都有个绰号，那朕就赐你玉离，怎么样？多谢陛下赐名。实不相瞒，那幅寄语已经到手了，可是推背图却仍不知下落。啊，那么陆犯和那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之人呢？陆犯也被我司抓获，现在天牢。那个能驾驭雷电的神秘人被陆犯杀了。可是把它们连起来，反而看不明白了。字与字之间毫无规律可言，我试了很多方法，都无法解开。想必洞明先生应该清楚，这推背图本就出于我毕由峰师祖之手，其中想必会掺杂一些道家术语。若果真如此，你等又怎会看懂？我看倒不如我和玄元子师兄探究一二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此事，本官不能做主，容我向陛下和太后请示，再做决断。这如此也是甚好，那有劳洞明先生了。有劳了。小林子，皇上今日出宫游玩，都与什么人接触了？回太后，陛下每次出宫都是去找北斗司太岁星君。太岁，这人我倒认识，你说说看，此人如何？
依奴才观察，太岁此人虽是出身市井，但性格开朗，人品正直，对陛下也很关心爱护，算得上是一位益友。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？前几日太岁带陛下去郊外放纸鸢，陛下玩得很开心。昨天在京里逛街，太岁带陛下去尝淮南小吃，然后去仙踪楼喝茶，听了一段折子戏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整天都在吃喝玩乐。倒也并非如此。说清楚。奴才不敢靠得太近，只在远处偷听他们交谈，发现太岁每每给陛下介绍东西，都会告诉陛下此物来历。说重点。是，比如说昨天太岁带陛下去尝淮南小吃，然后介绍这些小吃的来历、价格、材料、产地，以及类似的小吃在京里有多少家，养活了多少人，还有这些百姓靠经营这些东西有多少收入，还有……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太后驾到！都退下吧。皇上穿成这样，准备去哪儿啊？我要出宫，去找太岁。是。准备去哪儿玩啊？不是去玩，是办正事。办正事。好，你说说看，办什么正事啊？母后，川蜀大旱，流民进京，城南有户妇在施粥，儿子想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就这事？母后，难道这也算小事吗？流民从川蜀一路进京，要走多长时间？走多少路？路上会死多少人？官员们是否救济灾民？这一切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得去了才知道，到底有多少流民，官府是如何安置他们的呀？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？你是天子，是皇帝。有流民进京，你大可以命户部赈灾钱粮，也可以命工部择地修建棚房，以安置流民。这些事你坐镇宫中，一句话就可以解决，何必要亲自出宫？想必是拿太岁给你出的主意吧？不曾有过放肆，谁知在我的梦中过去往事，如梦如幻影，如我只身若倒影。谁管我们是否知晓红尘旧词？谁推开了那扇空门，朝朝无知，如梦如幻影，如我转身离段情丝。星火扑灭了，其实才说醉生梦死。浪淘尽多少英雄终消逝，还徒念旧日叹。不负良辰，故人如斯。本无案，谁的英雄往事爱恨皆无知。愿来生呼喊我名字，愿来生呼喊我名字。